收拾英国 BBC 果然还得看懂王才行。特朗普一嗓子10亿美刀，吓得总裁连夜辞职。时间11月10日，美国媒体圈爆出一个史诗级大瓜：英国广播公司 BBC 那个号称全球标杆、装客观中立的100年老店，一天之内，2大巨头总干事戴维和新闻 CEO 特纳斯双双宣布辞职。你没听错，2个最大的官一天之内全跑路了。这不是光荣退休，是纯纯的引咎辞职，是再不跑就会被董王往死里整的绝境。特纳斯自己在声明里说了，因为一个节目已经到了损害 BBC 的阶段。啥节目这么大威力？这是去年10月底美国大选投票前一周 BBC 王牌栏目广角镜推出的纪录片《特朗普第2次机会》。大家好，我是微笑。我寻思这机会是啥？是重返白宫的机会，还是被特朗普送上法庭的机会？ BBC 显然赌的是后者。在这部大作里， BBC 被指控玩起了他们的传统异能，恶意剪辑。他们把特朗普的各种讲话七拼八凑，愣是给你剪出一种特朗普煽动了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的既视感。这你再看这标题，是不是味儿一下就冲上来了？大选前一周你播这个，你安的什么心咱先不猜，但问题是这片子出大事了。而就在这俩高管辞职的第2天，白宫那边，特朗普的律师亚历杭德罗·布里托直接一封律师信甩到了 BBC 新任董事长萨米尔·沙阿的脸上。内容很简单，你们 BBC 立刻马上全面撤回该纪录片，并向特朗普公开道歉，并赔偿压倒性财务和声誉损害。既敢不照办，那好，咱们法庭见。赔多少？不多，一口价10亿美金。好家伙啊！一边是 CEO 和总干事引咎辞职，一边是美国总统反手10亿美金的诉讼。BBC 这栋100年老屋，这是要塌了吗？按照特朗普律师团的指控，这期节目纯就是一出政治暗杀，核心罪证就集中在对2021年1月6号国会山事件的报道上。特朗普的律师指控 BBC 故意寻求误导其观众，其剪辑师故意删掉了董王在上下文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那句话是：我认识到这里的每个人很快都将游行到国会大厦去，和平的、爱国的，让你们的声音被听到。看明白了吗？把和平的、爱国的关键词咔嚓全部剪掉，然后把我们拼命战斗保留下来，把隔了将近1个小时的中的2段话用胶水粘在一起，当成一个事实给播了。这么一剪，好家伙，你听，看上去就好像是特朗普在明晃晃地煽动他的支持者去暴力冲击国会山一样。这叫什么？这在咱们这儿，这叫移花接木、断章取义。说难听点，这纯就是造谣啊！董王的律师函里更是直白地指出 ，BBC 故意并欺骗性地剪辑了纪录片，试图干预总统选举。你一品品，这都是什么性质了？这他丫的就是赤裸裸的新闻造假！你一个世界级机构公然下场，大选前一周给人上演要定死罪，这不就是公然干预美国大选吗？这波叫专业团队干专业脏活。这时有些小伙伴就会问了，特朗普凭啥这么说？他指控媒体造假也不是1天2天了，万一这又是一场口水仗呢？这是最骚最离谱的地方就来了。特朗普的律师团是怎么知道 BBC 拼接了视频的？因为 BBC 内部出了内鬼。你没听错， BBC 自家人反水了。一份详细记录他们怎么搞小动作的内部备忘录被人转手就交到了特朗普的律师手上。我勒个，这份来自 BBC 内部的备忘录详细记录了这帮专业精英们到底是怎么在剪辑室里歪曲特朗普言论的。这简直是水门事件的媒体翻版啊！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那俩高管的辞职，你是不是瞬间就懂了他们为啥辞？总干事戴维说，是因为当前围绕 BBC 新闻的辩论，新闻 CEO 特纳斯说是那个节目正在损害 BBC。 这俩人话说的滴水不漏，说的多好听啊！我给你们翻译翻译。兄弟姐妹们，那个造假的片子是被人从内部捅出去了，现在特朗普成了总统要告我们10亿，这锅太大了，我们俩背不动，先溜了。你看这瓜吃的简直停不下来，而且这俩人之前还嘴硬，死活否认有政治偏见，现在内部文件都被人递到特朗普手里了，才不情不愿地承认犯了错误。他们原话里有一句叫 mistake shave been made， 错误已被犯下，这可太阴湿甩锅了，一个典型的被动语态。啥意思？意思就是反正错误已经铸成，但你可别问我是谁犯的，反正不是我戴维和特纳斯的主意，我们最多就是个用人不明。所以你看，
这两货辞职根本不是为造假负责，是为造假被抓包负责，是为惹到了一个睚眦必报的美国总统负责。如果那个内部人没站出来，如果特朗普没赢，这纪录片现在是不是还在 BBC 官网上挂着，作为他们捍卫民主的功绩呢？一群彻头彻尾的伪他把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底裤扒了个干干净净。而且别以为 BBC 只是怕特朗普的官司，他们是怕这根最后的稻草真断掉了。BBC 现在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2027年他们赖以生存的皇家宪章就要续费了，说白了就是营业执照要年审了。他们现在正哭着喊着跟英国文化大臣南迪谈判，要钱解决资金问题。而这位南迪大臣早就放话了，所有选项都不排除。所有选项是啥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再特么给老子惹事，我就断你狗粮，不排除解散了你们。好家伙，这边续命的钱还没谈拢，那边特朗普10亿美刀的账单就拍脸上了。这简直是在人家本就摇摇欲坠的茅草屋上又扔了个 C4 炸药包。所以你看 BBC 高管跑路不是因为职业道德，而是因为职业生涯快要没了。特朗普这波以恶制恶的操作，看的人是既解气又唏嘘。为什么唏嘘？因为就在这些年，他们不知道干了多少恶意抹黑剪辑的事，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早就对他们深恶痛绝了。 BBC 早就成了双标的代名，你跟流氓讲礼貌，流氓当你是傻帽。在缺乏强硬回击的背景下，恶行只会愈发猖狂。再看特朗普，他真懂后真相时代的玩法，他知道跟 BBC 这帮老油条讲新闻道德是没用的，他们自己就是道德的定义者。什么客观公正， BBC 的阴间滤镜用了多少年了？什么独立媒体，那群公知吹捧的神话早就被他们自己玩弄事实的剪辑手法给戳破了。对付这帮人，你只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法律和金钱。你不是要审剪辑吗？行，法庭上慢慢剪。你不是要干涉大选吗？好，10亿美刀，一分不能少。特朗普索赔10亿这个数字不是瞎编的，这是一种零容忍的姿态，这是对虚假新闻的量化报复。他就是要让全世界看到，造谣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是倾家荡产的代价。特朗普和 BBC 的这场对决撕开了很多皇帝的新衣。他告诉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媒体的跨境作恶已经成了常态，但我们的跨境追责却远远没跟上。BBC 顶着客观中立的光环，满世界指手画脚，尤其是他们对咱们更是喜欢往死里黑，而咱们对他可温柔太多了。大家看个报道。于11号通报，经调查 ，BBC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有关内容严重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违反新闻应当真实公正的要求，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不符合境外频道在中国境内落地条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允许 BBC 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对其新一年度落地申请不予受理。而之前呢，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对 BBC 屡次在涉华问题上发布不实报道、毫无根据的抹黑中国，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他们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透出的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虚伪。而标准和规则应该是建立在大家共同认知接受的前提之下，不应该沦为被操控的工具。其实今天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国，在技术上、渠道上都不存在任何障碍。BBC 们不是看不见，显然是不愿意看，所以那副有色眼镜始终摘不下来。但是要想看清今天真实的中国，非摘下这副有色眼镜不可。所以说，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谴责，那么他们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当善良无法遏制恶意时，以牙还牙就是唯一的正义。这回他们算是踢到钢板。特朗普现在这一招，纯就是杀鸡儆猴。他告 BBC 张嘴10亿美金，就是在给全美所有的反特媒体立规矩。他是在告诉 CNN， 告诉纽约时报，我当总统了，游戏规则该改改。他要的不是钱，是要你们低头。这事也让英国政府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BBC 是英国的脸面，现在被美国总统按在地上摩擦。英国人是帮 BBC 说话得罪美国总统，还是帮着特朗普骂 BBC， 自己打自己脸？目前，特朗普的律师已对 BBC 下了最后通牒，要求 BBC 3天内完成3件事：全面撤回、公开道歉、赔偿。如果时间到了，BBC 敢不照办，10亿美金的起诉书就直接给你递上去了。
BBC 是鞠躬道歉、割肉赔款，还是硬刚到底？法庭见。我猜 BBC 会认怂，但不会全怂，他们可能会私下和解，撤掉片子，但绝对不可能赔10亿。但这对特朗普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官司打不打得赢， BBC 的信誉已经在这场内部爆破和高层血崩的闹剧里彻底破产了。那2位高管的辞职，就是钉死 BBC 信誉棺材板的最后2颗钉子。特朗普甚至都不用赢官司，他只要把这个诉讼的姿态做出来，让全世界都去扒一扒 BBC 那个纪录片到底剪了啥，他就已经赢麻了。BBC 的恶意剪辑摧毁的是真相，甚至会摧毁他人的生计。特朗普的恶人磨恶人的哲学，虽然看起来残酷，但在谎言横行的世界里，却是最有效的生存法则。沉默是对恶行最大的纵容。特朗普的索赔则证明，反击必须狠准无情。另一方面，这事也把西方新闻媒体天天挂在嘴边的所谓客观中立、专业的皮给扒个精光。它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什么新闻自由，什么第4权，那都是他们拿来当牌坊的。真到了需要他们站队的时候，他们的剪辑魔法比谁都玩得溜。因为这跟欧美公共广播体系的历史有关的，也是很讽刺。在2战期间的戈培尔时代过后，欧洲废墟上建立起的新国家们认定真相需要专属的机构来守护，国家将为他们提供资金，但不干预运作。80年后的今天，这些机构自身却蜕变成了宣传机器。放眼欧美，法国的国家电视台、德国的 ARD 等公共广播机构都已从战后中立理性的典范蜕变为伪进步主义新道德说教、选择性报道和容不得意见的宣传机器。他们本应促进团结，如今却在制造分裂；原本只在教化民众，如今却热衷于发号施令。他们依赖公共资金，却与公众脱节，观众不断流失。依靠公共资金运营的法国电视台以巴黎为中心，坚持意见与极端主义，观众流失的越多，其说教就变得越发刺耳。法国电视台年轻观众流失速度远超其他主流媒体，35岁以下受众的份额10年间腰斩。财务调查显露出管理层奢靡的福利、虚高的薪资与烧钱的面子工程。这种挥霍文化与法国政府官僚机构的浪费如出一辙。BBC 也一样，这次被迫辞职的总裁和他的3个副手的总年薪达到150万英镑。或许有人认为重大责任理应匹配丰厚的报酬，但当这些人屡屡失职，未能确保 BBC 履行所有内容保持恰当、公正的基本使命时，这样的薪酬又怎能站得住脚？ BBC 只是这种虚伪重压下最先崩溃的一个新闻机构。这些机构一面鼓吹多元化，一面却强制推行观点统一。它仍在标榜自己中立，但在特朗普、移民、脱欧和性别议题上的世界观已僵化为了道德绝对主义。所有欧美的公共广播机构都在流失受众与公信力。这些依赖税收供养、由世界观狭隘的毕业生们运作的机构，如今更像是真理部，而非新闻编辑部。他们正是另一场千篇一律的白左自由主义，与其高高在上，听众群体不断萎缩。此时喧嚣的新媒体，比如 X， 比如 Gabby News， 这些媒体重新发掘了 BBC 这些媒体已经丢失的讨论空间，吸引了那些感到被说教的观众。技术发展打破了垄断，残存的是庞大的新闻界官僚体系在自说自话。他们固执地认为，只要加强说教，观众就会回来。这场丑闻是欧美现代社会阶级的缩影，它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真相：精英阶层往往比普通人更容易陷入谬误与狂热。那些活在自我强化的正确思想中的人，比起我们这些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反而更容易被危险的新潮流和虚假的新信仰蒙蔽。BBC 高层曾评价公众容易受错误信息影响，结果这条评价反而更适用于他们自己。